蛋黄区新房子的最低门票，1房1厅哦。对，蛋黄区房子就怎样，房价就很高啊。消费者那个血液里 DNA 里面，然后去医院做体检体检出来血型叫做喜欢新房子，这没办法，这刻在基因里面的，他就不喜欢老公寓这种嘛。那蛋黄区最大坪数、最低门槛的房子就是这种1房1厅因为那个买方可以贷款8成，建商也很懂啊，他拿到一块那个蛋黄区的土地在做规划的时候，规划上边角料就会拿来盖这种1房1厅的产品，它的主力一定是留给正3房甚至正4房2房，那个边角料才拿来盖这种1房1厅，然后坪数啊还是要把它拉到15坪以上，我说全幢15这样子那个消费者就有办法贷款8成来跟你买。2024蛋白区套房购买指南值得投资吗？先说结论我不建议，因为它的日后的涨幅真的还好。那如果你真的只想要买套房，那就直上蛋黄区的套房就不要考虑什么蛋白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蛋黄区老宅跟蛋白区新成屋该怎么选，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蛋白区的套房可以买吗？蛋白的套房，这次会想聊这个问题是因为有观众来问我，他现在预算又不够，然后又很想上车，能不能买蛋白区的套房来参与这个房地产这样。先说结论如果你是要自住的话，你想买就买但如果你是要自产的话，我会建议你继续存钱，因为套房这种产品它坪数最好要超过15坪那通常建商也不会做那么极限，大概15、16这样。看你今天是要自产，然后你用首购的名义买套房，那会蛮奇怪的因为你都买到16坪可以贷款8成的物件了怎么不捏一下直接上2房这样未来你要脱手也会比套房好脱手。而我猜现在如果你想要找银行建价一个套房，大概都是软钉子现在要排队了，正3房新青安也要排队了，你一个套房套房产品本来就不是银行会喜欢的物件，现在又有满水位的问题那他们就会挑着做。挑着做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不是都不做，而是说他就给你一个很低的建价这样你说要贷套房应该现在蛮大几率是会碰到软钉子的，所以你要知道套房唯一推荐蛋黄区但我没有说套房是不能买的如果你今天是要买一个蛋黄区的套房，这个就很 OK 例如这个我随便找的，我没有推荐来这个台北市南京东路南京东路的套房，16坪1980万16坪1900，它单坪已经到 118.07 了对，就这样。这个就可以贷8成，然后银行也会愿意贷。但是你自己想想看，你都买到快要2000万的房子，你明明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套房这种产品在涨的速度会落后于2房。那个我是要买来投资自产的话，同样的钱我不如我去买蛋白区的2房或是3房。你看这1900是不是？虽然它在南京东是套房，可是它在那个板桥它在新庄应该都买得到2房3房了就这样。这样你放5年以后这个价差才会有感。我刚刚的类比是台北市南京东路对比那个板桥跟新庄，那对于台北市来讲，板桥新庄这个就是蛋白区那你也可以就比方说如果你是看新板特区的人那对你来说的蛋白可能就会跑到 A7 吧或是树林吧这些地方去2000万很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很好用了。那确实你在台北市还是只能去看一些最基础的产品同样钱我真的是会拿去买蛋白区的2房或3房那这样放5年以后，你的价差才会有感坪数上又比较大那每坪的价差这个才会有感。那为什么我不推荐你？如果今天是在蛋白区，然后还买套房对，我知道它会很便宜但你有想过它为什么那么便宜吗？就因为它怎样？它不好卖啊很简单会买蛋白区2房或3房的人，通常都是因为买不了蛋黄区才退守到蛋白区的。那他都已经委屈到蛋白了，他怎么还愿意在空间上就委屈自己？
就算他是要自己住，他也是要拼一间2房哦，一间打电动，一间睡觉，然后之后结婚哦，结婚还有一个2房的房子哦，这个女方也比较不会有问题哦，这样多爽。最后你要知道，长期自产不适合买套房产品。再强调一下哈，我现在说的是我走的长期自产流派，不适合去买套房产品哦。房地产流派本来就百花齐放，有些包租公流派哦，就是专门买套房做出租的，这个我知道哦。但那个就不是我的路线哦。我会说长期自产派不适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在拼那个价差哦。租客的房租都是用来补贴房贷哦，降低那个现金流而已。那这个流派哈，我这个流派特性是什么？第一个，房子越大越有感觉。假设一坪涨个5万啊，多10坪就是多赚50万哦。那第二个，越容易脱手越好。在第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兼顾的就是好脱手。你看，我都提倡中古电梯大楼3房嘛，哦，为什么？因为这种房子最好卖，它的买方的人数最多，哦，那老人愿意考虑，因为有电梯，哦，那年轻夫妻愿意考虑，因为它有3房，哦，他们要生小孩，哦，反正各个买方通通都存在就对了，哦，但是你套房就很特定，哦，那你的买方就少就难卖，哦，我们现在的策略是瞄准重大建设，哦，让重大建设来帮附近的地段镀金呢，帮忙抬轿，哦，那等轿抬的差不多之后，我看要不要留，哦，那不留的话，我通常就会去下一个地方，哦，等下一梯的重大建设。那你看这2个特性哦，其实都不适合套房产品，哦，所以我不太会选择它。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蛋白区的套房可以买吗？好，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的问题，他现在很想上车，钱不够，问我可不可以买蛋白区的套房。那我的看法是，你要买来自住的话是 OK 的，啊，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自住我一直强调就是你爽就好哦，你自己要开心嘛，这比较重要。但是如果你是用来投资自产的目的的话，我还是会建议你继续存钱，来上蛋白区的2房或3房。等5年以后，那个增幅出来，那个才会笑得比较大声。那如果你还是想要买套房的话，唯一建议蛋黄区，唯一建议蛋黄区的套房保值性够强，而且可以贷款80%。说不定有机会无视那个什么15坪哦，只要你的地段足够优秀，那会有银行去愿意承做，那可能叫你加保人或者怎么样哦。那另外我也要提醒你，我分享了我现在走的这个长期自产放生出租流派，我们不会去买套房产品，因为我们吃的就是未来的价差最主要哦。那套房涨幅速度，跟它的坪数就是没有2房3房这么香。应该说2房先涨，涨完之后3房涨，都涨得差不多了，最后才会轮到套房。那中间如果出现了一个什么第18波信用管制，掉，你就很难脱手哦，所以怕会有掉队的情况发生，然后再影响你到时候那个出脱的效率。我都会先讲哦，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哦，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啊，真的啊，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啊，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啊，或是出租找租客啊，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哦，说你是阿元的观众哦，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哦，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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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哦。那我也知道台北人哦，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哦。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哦，小老鼠 BUYTAIPEI 好，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哦，新北很远哦，远到淡水哦，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哦，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哦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哦，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哦，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哦，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哦，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哦，讲八卦。现在越来越多建商哦在盖神奇的东西哦，这种东西哦比套房高一级哦，比两房低一级哦，你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了。来，一房一厅哦，一房一厅，真的哦，它就是一条直的长方形哦，你们一打开一眼这样子就看到底了，就把房间看完了。通常的布局叫做你一进门的左右两边哦。一边就是厨房的吧台一边就是厕所厕所也可能安排在最里面这样子把它再隔一个空间出来那床呢？床怎么摆？床就摆在最深的地方，最边边。如果你最深的地方有个厕所，那你就是床就摆在厕所旁边。如果你是厕所是一进门的左右两边的话，那床一样给它摆在最后一边通常你去看到的设计上就那个厕所比较容易会放在那个底部就跟阳台连接在一起，不然它做一个大落地窗，会变成说床要直接卡那个落地窗规划上不好规划，然后变成厕所有采光，这是很好啦，但已经在套房了，厕所有采光什么厉害的？还好嘛所以通常那个厕所就让它自己独立一间，好，也不会去影响到你整个那个采光嘛所以厕所放在一进门的左右两边是比较。以一房一厅来讲，又比较理想了好，至少做出一个伪玄关的概念我找了一个范例哪个案子我就不说了来你自己看，就这样，就长这样这个就是一房一厅的格局，一个长方形，然后你看它是不是那个图片中最底部的那个门那个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入户门因为阳台的门可能不会做这种的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一整个过去，然后那个床顶着的那个东西就是厕所，就这样，然后你还可以摆个小沙发，它的格局真的就这样没什么好看的我们看人家拍房子的照片要会看，你这样看起来很大间，对不对？其实这个拍照的人未看现在已经站得很边边角角，然后去开广角镜头，这个才拍得出来，他真的就是一眼望到底好，那一房一厅格局，那你说晚上睡觉怎么办？就是沙发跟床中间，你自己去做个简易的隔断。如果你要出租，你就做给人家或是怎么样的。那个简易的隔断倒很简易那不是墙不是实心墙，也不是轻隔间是简易版本。我看过有人用深色玻璃来做隔断，深色玻璃那烤漆玻璃那也看过有人用很厚重的窗帘落地窗帘来直接就来做隔断了。就这样，总之就是这种格局我现在想一想，这种坪数都很故意嘛，都做到全幢15以上16、17，你看建商也很懂啊，他也在帮你闪银行贷款的内规15坪天条。那我自己我当然是不喜欢这种格局的，因为我如果是要长期生活要住的话，这个没办法但是以出外打工人来说，这种格局叫做已经很棒了，对不对？它比套房还好，它还有自己的客厅，有自己的小天地，比不上两房啊，但是比套房还是好很多了。那我的判断是这种东西现在是怎么样？它现在的角色是蛋黄区新房子的最低门票。我再说一次蛋黄区新房子的最低门票，一房一厅
对，蛋黄区房子就这样，房价就很高啊。消费者那个血液里 DNA 里面，然后去医院做体检体检出来血型叫做喜欢新房子，这没办法，这刻在基因里面的，他就不喜欢老公寓这种嘛。那蛋黄区最大坪数、最低门槛的房子就是这种一房一厅因为那个买方可以贷款80%，建商也很懂啊，他拿到一块那个蛋黄区的土地在做规划的时候，规划上边角料就会拿来盖这种一房一厅的产品，它的主力一定是留给正3房甚至正4房或2房，那个边角料才拿来盖这种一房一厅，然后坪数还是要把它拉到15坪以上，我说全幢15这样子。那个消费者就有办法贷款80%来跟你买。那消费者通常有几种剧本，来，第一，预售期预售屋的时候买，交屋以后慢慢卖啊，这种投资客嘛，没什么好说的，他一定会等得到价差。你要是建商盖的房子，你的预售跟到时候快成屋了，这中间要是没有出现价差，那你这个建商你就要崩了人家不跟你交屋这很恐怖的事情对，所以建商一定会去拉出一个涨幅至少目前看起来都是这样啦。未来如果出现第一案叫预售跟成屋没有多少价差，你看那个建商会发生什么事？大量的他的以后会不跟他交屋就这样。好，来，第一个，预售交屋以后慢慢卖这种投资客那没什么好说的。第二种，交屋以后他就出租5年这租客算很好找，因为他在蛋黄区然后他又是新房子。好，那第三个，买来要自己住的那这个想必就是当成过渡，他成家立业有了另一半以后，马上会搬去下一间2房或是3房。第四，当做度假宅，就买一间外县市的放着有空再去他也不想出租这种就很单纯买来等增值的相当于就是存钱在房子里面这样那大概就这样。这种房子不至于不好布置，就很好布置。我说那个不至于的意思是，它的工很简单，它没什么要动的就是那个隔断但是你真的要做轻隔间隔断变成床跟客厅是2个独立空间，然后还开门这样子来走动，这没有不行，就是房子会变得超级小间空间感会变得相当的逼仄，就是你这样子你都会怕撞到东西当人住进去，东西开始摆了以后会变得非常非常小的房子，那个卖相一定很差，人在里面就不太舒适。所以这种房子通常也不会有什么玄关这种东西因为它就一眼望到底。好，那所以隔断还是要做的，不然会变成什么？不然会变成你的社区门一打开，家里的门一打开你就看到床，如果有人在上面睡觉，你就看到脚就这样。女生会怕女生会怕，反正你开门不要看到脚就对了。我说的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女生会怕，我们男生哪有差？对啊就睡给你看那个女生就不行女生要有一点点隔断。那像这种一房一厅的隔断我最常看到的是做半面做半面，就是说他不把整面墙给它封起来，他做半面而已，然后不去做那个门跟门框。那用半面的话，那个烤漆玻璃就可以来隔了就比较厚的深色的玻璃就可以来隔了。为什么？因为这样不会影响到采光那你后面如果是阳台有光进来，就你看你轻隔间是不是就变成没采光你的客厅就变成暗厅，那这样就不行暗厅一定会被人家各种考试所以大概就做烤漆玻璃，或是做半墙，就大概吧台那么高那上面一样封烤漆玻璃或是怎么样？像我刚刚的图片那个放衣柜的地方，那个系统柜直接做到天花板系统柜就请人家来做，然后做到天花板就对了来当做一点点的隔断，然后只做一半留个走道，大概就是这样要采光也还会有一点点采光一隔下去如果你系统柜给它做满，然后开个门一样那个采光的问题，你前面会变成暗厅，这就不 OK 了。这种房子我个人认为其实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它不是夹层屋然后它又是蛋黄区最低门票它又比传统的套房又多了一个客厅它又是新房子但是我认为这种物件真的就是怎么讲，过渡啦用来累积下一间房子本金的门槛用的，存够了确定还是会换屋的我对此没有什么
这种房子我没有什么评价哦，因为这种房子哦，如果你不是在预售的时候买，而是在成屋以后才买，你几乎没有办法期待高的涨幅。为什么？它就是新房子哦，那它租金投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因为它总价就很高哦。然后你新房子的时候，一整栋你看多少间在出租哦，那租金之间会互相竞争。那它也没有像我们这个流派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改善改良的空间，废墟三房我们就把它弄成 IKEA 风哦，它也做不到。而且新房子有什么好改的哦？对，它就是一种在房价高昂、上车困难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产品。你想哦，要是今天房地产哦，大家都爱理不理哦，不是很重要的情况之下，建商盖这种一房一厅，它又卖不出去，至少要弄到2房才可以哦。但是当大家在关注房地产有行情很火热哦，投资的需求高过居住的需求的时候，这种一房一厅也就突然间有了市场。喜欢新房子的消费者，无论如何哦，做功课是一定会做功课做到这种房子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新房子中总价最低的物件啊，一定你各种591、乐居、永庆、信义，你去看。你找那个新房子然后总价最低，大概都是这种东西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评价呢站在自己居住的角度不好租，站在出租的角度投报不高，因为它是新房子；站在投资的角度，涨幅会输2房3房因为这2房这3房，这个才会有所谓的实力买房那所以一房一厅的产品那它偏偏就是蛋黄区新房子最便宜的门票，整个就没有多好，但是它也没有不好，你怎么看？